Hello， 我是 Nobu， 欢迎回到曲面实验的频道这里有一个案例蛮有趣的，它是在讲这个斜角的细节的处理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导完斜角，比如说我这个物件插及这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使用实体工具的这个斜角，那我的距离是2那我们正常是不是这样做，就是把这一个边缘全部导斜角是2，然后我 Enter， 预览一下这样都很正常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细节，这个斜角因为它的这个，我简单说来就是这个曲面的曲率不同角度不同，所以造成我都要2的斜角尺寸的时候，这里有大小，然后会有这种错边。那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细节的时候我们很不喜欢这个细节我们就希望让它均等一点所以手工处理完之后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果。你看，这样它的边缘都对得很准那这个有一个好处之后你要再做一些细节的圆角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对它再做一个细节，比如说圆角 0.25我就这样全部选起来，这些是我要做 0.25 的圆角然后预览一下0.25 可能太小了用1好了，圆角1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不要管破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圆角的细节就很不好看，就是像这里这样不就不好看吗？那如果我今天是让它对齐的，我做这个圆角的细节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干净一点这个地方就会干净一点，比刚刚干净一点。那你也可以做什么？这个混接圆角那混接圆角让它平均一点的话，我这个选路径间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这个是一个很干净很漂亮的一个造型细节那我从头到尾解释一下它怎么做出来大家可以从这个部分开始看到时候这个档案我会附上去啦，大家可以从这边开始练习一样这一个插集里面的，然后把这个隐藏或删除都可以这个用不到，我只是为了要做出这样这时候我要先导这一圈的斜角这一圈好，然后还要导这个斜角这样 OK 等一下我再慢慢做我先做这一圈这个地方因为它角度不够大嘛，所以它这个没有延伸出去，对它做这个延伸曲面选这里，然后1就够了，这里也1这里也1，这里也1。然后像我就喜欢用这个工具，我就让全部选起来。我喜欢用自动建立实体，让它快速自动修剪自动建立实体，这样我觉得比较方便。然后再做一次斜角，就这样。好，那这个地方我是不是也要做斜角？那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点，这里也会破掉嘛。那所以我通常我会利用这个边缘，所以我在这里就复制边缘，复制这个边缘那这里因为它会错位，所以我会故意把这一个地方拉到这一条线好，那这条线我就不管它。那这一条线呢，我是不是要让它投影到这一个曲面上？你可以用投影投影曲线或者是拉回。那以这种案例，我就喜欢拉回，这条线拉回到这2个面，这样然后组合，然后我们这样是不是得到这2条线？
那这两条线有时候我们可以处理一下这一条线，因为它是两个面组合的嘛，两个线组合的啊，这个地方可处理可不处理。那我现在直接对它放样啊，放样这样得到这一个面。那有时候我会先炸开看看啊，看它是不是两个面组合的啊，如果是一个就无所谓。然后现在对它再延伸啊，那我用平滑啊，就是这样延伸出来，延伸出来，延伸出来，这样啊，然后把它近射到对面，然后再实体的自动建立实体 ，OK， 这样它就做完这个细节，然后我就可以对它做什么？比如说你要再做圆角的细节，啊，这时候再来做。那有些时候它这个地方没办法算哦，可能这些选项你就再看看怎么选啊，比如说滚球啊，与边缘距离啊，路径间距啊，然后尺寸大小啊，这个可能要再看看它的适合的尺寸是多少。那如果我用边缘混接，就是这个圆角的右键啊，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它这个效果就蛮好的。这一次这个边缘混接，其实也是 Rhino 7跟 Rhino 8后面有改 ，Rhino 9后面这个地方也有多一些设定哦，有机会我再特别讲一下。然后这里比如说你就用与边缘距离啊，然后或者是用路径间距，那我就再缩小一点，比如说 0.5 啊，这个 0.5 应该这样就蛮好看的，然后确定。看一下它的结果啊，你看这个小细节这个地方，这样做起来就很锐利，就是尺寸跟造型就比较到位一点，啊，不会像它这一个做法就是这样，感觉哦多了一些奇怪的杂边这样。OK 啊，那这个范例我到时候会放在这个平台上面哦，那你们就再去想要练习的话，可以下载一下。这个案例其实还有更多的延伸啊。今天一样都是这个地方是斜边，这个地方是圆角的啊。我们从斜边的开始看啊，就这样走两条路。这个是已经这样传统倒斜角错开的，然后这个是这里倒圆角啊。那倒斜角我可以处理。把它对齐，倒圆角我也可以处理，把它对齐啊，概念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之后，你看这个地方啊，再处理这个小圆边，这感觉都不一样哦。就是你对这个产品的小细节要怎么去琢磨啊？那甚至倒圆角，你看倒圆角再处理斜边，倒圆角处理斜边有没有对齐？倒圆角处理斜边，倒圆角处理圆边，然后这个。倒圆角这个地方对齐的感觉是怎么做的啊？你都可以看看，这个都有很多延伸的做法。OK， 好啦，大家有兴趣可以练习一下啊。那这一次就分享到这边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吧。啊，那多多订阅，感谢，拜拜。